大家好，我们现在呢开始学习一门新的 BI 课程。这个课程就是专门介绍 IBM 的 BI， 也就是介绍 Cognos。那么现在 Cognos 版本呢是 10， 那么我们注意力放在 Cognos 10上面。我姓陈，大家叫我陈老师。我们公司的网址是3w.bi-star.com。那么在这课里面，我们要学习以下3方面的内容。第一，要介绍什么是 IBM BI Cognos。第二，重点介绍 Cognos 的 Report Studio， 也就是说，在 Cognos 作为一个 BI 产品来说，它是一个大的产品，里面还包括很多小的产品。那么在所有的小的产品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一个产品就是 Report Studio。换句话说，这是个 Studio， 专门用来设计 Report。那么通过 Report Studio， 我们就可以设计、产生这种 Report。那么这个 Report 就属于 Cognos 的 Reporting Service， 就类似于微软的 BI 里面的 SSRS。那么在 SSRS 里面，我们也有2个东西，一个叫 Report Designer， 这个是继承在 BIDS 里面 BI Development Studio 里面。那么还一个我们要学习 Cognos 另外一个工具叫 Query Studio， 也就是查询 Studio。 换句话说，它只是用来做这个查询，类似于查询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它主要是用来给用户产生这种简单的 ad hoc report。 什么叫 ad hoc report？ 就是说个人的，或者说仅限于个别用户的这种特殊的用户的特殊目的的简单的这种 report 叫 ad hoc report。 那么 Query Studio 它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设计，并不像 Report Studio 非常强大的 design 功能。那么 Query Studio 是非常简单的 design， 而且满足于这种 ad hoc report 的需要，并不是设计很复杂的 report 给整个公司的用，它只是个人设计、个人使用。那么我们如果学会了 Report Studio 之后， Query Studio 呢可学可不学。那么这个功能基本上都在 Report Studio 里面都有。那么也就是说，对一般的 BI 这个分析人员来说，往往是先学 Query Studio， 然后有了一定的能力之后，根据工作需要再去学 Report Studio。 那么我们如果说先把 Report Studio 学完了，那么 Query Studio 就可以很简单的、快速的过一遍就可以了。那么 Query Studio 就类似于微软的 BI 产品叫 SSRS 里面的其中一部分，叫做 Report Builder。 比如说 Report Builder 现在有3个版本， Report Builder 1、 Report Builder 2、 Report Builder 3。 但总而言之， Report Builder 就是用来给个别的用户、普通的用户产
是 ad hoc report 用的。Report Builder 也是比较简单的这种 report 工具。所以呢 Cognos Query Studio 就相当于微软的 Report Builder。Cognos 的 Report Studio 就相当于微软的 Report Designer。好，在我们如何在家里，在我们自己的电脑上安装、建立这么一个自己能够全部控制的这么一个测试环境。那么我们要安装 Cognos 10的这么一个环境，装在我们自己的电脑上面。我们的电脑上面可以是 XP， 但现在 XP 基本上快淘汰了。对，如果要装在 XP 上面，这个 XP 就必须安装 Service Pack 3，也就 SP3 3。那么现在大部分我们都有 Windows 7或者 Vista 或者 Windows 8都可以，不管是 Home 版本的，还是标准版本 Standard 版本的，还是 Professional 版本的都可以。Cognos 10都可以安装在 Windows 7、Windows 8、Vista 上面。而如果是 XP 的话，就必须事先要安装 SP3， 要专门 download 专门安装。那么通常情况下，大家一般来说现在都有 Windows 7或者 Windows 8都可以，没有限制。好，也就是说我们要介绍如何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电脑上面安装这种环境，装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什么时候想练习就可以练习，不用到公司去，对吧？也不用担心练的过程中一下不小心删除了什么东西，都没关系。那么要建立自己 PC 上的这么一个测试环境，那么就要做2步。第一步要安装这个 Cognos 10的服务器 server。第2步要把 Cognos 10的一些例子要装上去。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在这个例子上进行练习。否则的话，光有这么一个骨头架，里面没有血没有肉也不行，对吧？那么我们自己要建造这种数据练习数据，这是不方便的。好，第1章也就是说介绍如何在自己的 PC 上建立一个 Cognos 10的练习环境。第2章呢，我们就要介绍 Cognos 的这个 history 历史，它有什么产品，它的 architecture 也就是说结构是什么，它主要的市场，主要的从业人员是什么。第3章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些额外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要介绍一些如何使用鼠标的一些技巧。因为 Cognos 10这是一个图形用户的 Web 界面，就是一个 Web 的界面。那么我们就希望重温一下这种鼠标使用的技巧，这样呢帮助我们在操作练习 Cognos 的时候更方便、更顺利。第4章我们要介绍如何用 Cognos 10来运行管理 report。因为我们所有的 report 一旦建好之后，都放在 Cognos 10上面。
而我们用户呢就可以看到 Cognos 10的这个 Web 界面。那么在 Web 界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report。Double click 这个 report， 这个 report 就会运行。运行的过程中，它就会到 database 里面去把数据取出来，然后计算以后，把最后的 report 的结果显示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决定，要么把这个 report 存盘，可以存为，比如说存盘为，比如说 Excel 的文件格式，或者 Word 文件格式，或者 PDF 文件格式，或者 HTML 文件格式等等。如果我们不想存盘，我们也可以发 email， 或者说以某种方式把这个 report 保留下来，或者交给某些用户。第5章，我们就要学习什么是 Report Studio， 怎么使用 Report Studio 来设计新的 report， 或者说修改旧的 report。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熟悉这种 Report Studio 这么一个工具，这么一个环境。比如说，这是个 Web 工具，是个 Web 环境。在这个 Web 画面上，有些什么 folder， 有些什么 menu， 有些什么功能，应该如何操作。那么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学习如何用 Report Studio 来生成一个新的 List Report。List Report 是 Report 的一种风格，一种 template， 一种格式，或者说不是 List Report， 或者生成一个 Close Tab Report， 或者说或者说生成一个图形 report， 图形 report 就叫 chart、graphical report。那么在 chart 这种图形 report 里面，又分为很多类型，比如说线形 report 图表，这个图表里面有线的，或者条形图表，里面这个图表报表图形里面是有很多条等等。那么对一个 report 来说，如何管理这个 report 使用的数据？对 report 来说，也许我们只希望使用一部分的数据。那么如何定义这个 filter， 定义这个过滤器，定义这个部分的数据？那么如何管理这个 filter？ 好，如何对 summary 这种综合性的数据进行 filter？ 那么如何管理 prompt？ 就是说一个 report 它这个时间不定，临时运行的时候，你决定我要2022年的，我要2023年的，这时候就 prompt 一下，你要选择2022还是2023还是2024等等，这个叫 prompt。那么 prompt 里面又分为一种叫 cascading prompt， 就是说好几个 prompt 互相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先要决定一个 prompt， 这个 prompt 就决定下个 prompt 范围，然后再决定选择个下面的 prompt。还有叫 optional prompt， 还有 GL/Layout、Query prompt、Master Detail Report， 就是父子关系的 report， 还有更复杂的 report 等等。也就是说，在这一部分里面，我们要学习如何用 Report Studio 去设计比较复杂的 report，
这复杂的 report 里面，也许要处理 filter， 也许要处理 prompt， 也许要处理 layout 等等等等。那么第6章我们就要学习 Query Studio， 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练习使用 Query Studio， 自己练习，然后自己产生一些 ad hoc report， 就是说体会一下这个 Query Studio 跟我们的 Report Studio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如何用 Query Studio 去产生 ad hoc report。 那么第7章，也就是说我们学完了 Report Studio、Query Studio 之后，如果下面还想学习，还想深入，有哪些方向，有些什么方面可以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好，我们现在先来学习第1章，也就是说要在自己的 PC 上面要建一个 Cognos 10的测试环境。那么要建这个测试环境，我们首先要从 IBM download 这个软件 Cognos 10的软件 download 下来之后，因为这个软件比较大，所以呢它已经是也就压缩了的，已经是 zip 的，所以呢我们 download 之后就要把它解压缩，也就是说要按 zip。按 zip 之后，我们就可以 double click 这个 setup.exe 进行安装。也许还要做一些 configuration， 也就是说如何设置，做一些 setting， 做一些 setup， 修改一些参数，让它适合我们的需要。那么安装完 SQL Server 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SQL Server 了。但是呢，我们要这上面建 report， 那么就必须要有数据，要一些模型。那么 Oracle 这个 Cognos 呢，就有现成的、完美的、复杂的、典型的这种例子 example，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example 也是先 download 下来，再解压缩，再安装。这样的话，我们既有 Cognos Server， 又有 Cognos 的例子，下面我们就可以在例子上面再做练习。那么我们这里讲了 Cognos 10， 是指 Cognos 10.1。那么现在还出了 Cognos 10.2， 那么 10.2 呢 10.2 呢就不需要第二步，因为它已经事先把这个例子 example 已经放进了专门的 IBM 的数据库，叫 Informix。 所以呢，在我们安装这个 SQL Server 的时候，这个例子就自动安装了。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学习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们是使用 10.1， 但是呢 10.1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 database， 因为 Cognos 它是个 BI 处理工具，这个 Cognos 内部它要使用一个数据库，然后装处理的服务器的数据，这个服务器的数据放在一个库里面，这个库叫 Cognos Content Store 内容
店，内容店 content store。那么这个 content store 可以放在 SQL Server 上，可以放在 Oracle 上面，可以放在 IBM Informix 上面，还可以放在几乎可以放在任何一种数据库上面。所以呢，在 10.1 上面，我们自己可以选择放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在我们的练习环境里面，我们选择 Oracle 放这个 Content Store。那么，因此呢，在我们这个练习里面，大家既可以练习到 Cognos， 又可以练习一下 Oracle。好，我们看看先怎么 download Cognos 10。Cognos 10呢 10.1， 因为 Cognos 这个产品严格来说它是有 license 的，要付钱的。但是 IBM 呢，为了推广这个产品，它就推出了一个测试版，也叫 Developer 版 Developer Edition。那么任何人可以去 download 它，但是呢，这个 Developer 版它只有30天的期限，从安装那天开始，用了30天之后，它就过期了，它就不 work 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在自家的电脑上练习，没有特别的要求。就是我们知道 Cognos 10虽然是 Developer 版本，但是它的功能基本上跟全真的 Professional 版本是基本上一样的。它除了用户，它只能限制最多5个用户，但是我们做练习已经足够了。所以呢，功能上跟正规的版本是一样的。而至于这个30天的版本也很好办，也就是说，到了30天之后，每当我们要练习 Cognos 10的时候，练习 Cognos 的时候，先把我们 PC 的时间日期改一下，提前几天就可以了，只要在30天之内就可以。所以把这个日期改了一个旧的日期，在这30天的任何一天都可以。用完以后再改回去，再做别的事情。我们凡是想练习的时候，就把这个日期改一下 ，save 一下，就可以使用，继续使用。好，要 download 的 Cognos 就到 IBM 这个网站上去 download 就可以了。但是因为 download 的时候很多麻烦，也就是说你要选择正确的版本，对吧？你还要个人还要建立一个IBM 账号，这个很麻烦。所以呢，我们在这门课程里面已经给大家 download 好了。将来大家只要在我们课程文件里面 download 到自己的电脑就可以了，就不用到 IBM 网站上去下载。那么 Cognos 10.1 这个版本很小，才有800多兆，所以呢，这个练习特别方便，很简单，对吧？那么 Cognos 10.2 它有多大呢？它有2个 GB，2 GB。那么为什么 10.2 比较大呢？因为 10.2 它除了 Cognos 之外，它还包括一个数据库 ，IBM 自己的名下的数据库叫 Informix， 所以这2样东西加起来就到了2个 G。那么 Cognos 10.1
是什么时候推出来的呢？是2010年推出来的。那么现在是 10.2，是2015年了，对吧？关于如何安装 server， 如何安装例子，我们有专门的上机指导书，大家跟着这个上机指导书一步一步做，就可以很快的，就是说把这个测试环境建起来。正常情况下应该是2个小时就够了。安装的时候不超过2个小时，就可以把 server 跟例子全部装好。好，我们看第2章，也就是说介绍 Cognos。那么 Cognos 这是产品名字，最早是公司的名字。那么最早这个 Cognos 这个产品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公司开发的，1969年开发的，然后2007年呢就被 IBM 收购了，现在属于 IBM 产品。那么 Cognos 主要有2个版本，一个是版本8，是在2005年推出来的，然后在2010年呢 IBM 就推出了版本10，现在是2015年，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使用版本10。那么在 IBM 2007年 IBM 购买这个 Cognos 的时候，主要考虑什么东西呢？因为那一年或者那段时期，这个 BI 很吃香，这样的话呢，就这些大公司都希望有自己的专门的 BI 产品，所以呢 IBM 呢就收购了 Cognos， 然后呢 SAP 就是德国的一个软件公司，也是世界上很大的软件公司 SAP， 它就收购了 Business Object， 那么那个产品就叫 Crystal Report， 那么 Business Object 就收购了 Business Object 作为 BI 产品，作为 SAP 的 BI 产品。那么 Oracle 呢就收购了一个 BI 产品叫做 Hyperion。所以说从2007年到现在，这个 BI 产品一直很流行，一直很吃香，而且现在呢进入了这种 Big Data 时代，进入了这个 Cloud Computing 时代，也就是说现在大量的推广使用大数据叫 Big Data， 云计算叫 Cloud Computing， 所以呢这个 BI 就更使用的更广泛更深入。好，这里我们就介绍了 Cognos 的背景，也介绍了 Cognos 的版本，现在主要是使用 Cognos 10， 当然 10 之下又分为 10.1、10.2 等等。好，我们这里呢就是说简单了解一下 Cognos， 这是个 BI 产品， BI 家族。在这个 Cognos BI 家族里面又有很多独立的或者说小的工具、小的产品。那么我们看看 Cognos BI 有哪些 popular 的这种流行的产品。因为 BI 最基本的工作就必须能够生成 report， 而且可以让用户很容易使用 report，
让 report 发挥 BI 的作用。所以呢，最根本的、最基本的产品就是 reporting 产品。那么对 Cognos 来说，在 reporting 方面就有2个产品，一个是 Report Studio， 一个叫 Query Studio。那么 Report Studio 功能更强， Query Studio 呢功能简单。Report Studio 它是给专职人员，就是说跟 senior 级的这种 report 作者或者 developer 使用的，也就是说 Power 用户 Power users 或者说 Professional Report Author 或者说 Report Developer， 就是说专门的报表开发人员使用 report 去设计复杂的 report， 然后设计好了之后给一大批用户使用，或者甚至给整个公司的用户使用。这是 Report Studio， 也就是说功能强大，包括很强的设计功能。那么 Report Studio 大家注意，它不是 Windows 的一个 client， 也就是说不是桌面的这种工具，它不需要安装，它是一个 它是个 Web 工具，所以呢，只要任何一台机器，它上面有 IE Internet Explorer， 这个 IE 也好Firefox 也好 Google 的 Chrome 也好，它只要有这么一个 Web 就行了，然后在 Web 上面 type 一下这个地址就可以了。所以 Report Studio 它是一个 Web 工具，同时呢，它又是主要给这种专业的开发人员使用。而 Query Studio 呢，只是给普通用户，他们没有多少知识，没有能力去设计。这个工具本身 Query Studio 本身也没有很强的设计功能，也就是说对普通用户，他使用 Query Report Studio 然后产生他自己的 report， 就叫 ad hoc report， 然后自产自销，简单的工具。好，这2个产品都是属于 reporting 的。那么作为 BI 产品来说，就必须除了提供这种标准的复杂的 report 之外，还希望给这种上级领导给他一个简单的这种 report， 当然也就不叫 report 了，就叫什么呢？就叫 dashboard， 就叫 KPI。 什么叫 KPI 呢？因为对于公司的高级领导来说，比如 CEO 啊或者高层的 management 来说，他们没有时间去了解这个公司的详细的底层的这种运行状况，他们只关心是不是总的来说一些关键指标，也就是说 key 就表示 key 关键， performance P 表示 performance indicator 指标，也就是说他们只关心 KPI。 比如说对一个公司来说，第2季度跟第1季度相比是增长了呢还是下降了，就是说他要这种 high level 的这种一些简单的这种指标，这就叫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或者就叫 Metrics， 也就是说一些重要的一些指标。那么对上层领导人来说，他
没有时间看你一个一个的每个部门一个 report， 每个小部门一个小东西一个 report， 他没时间看这东西，他只关心总的范围公司的范围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希望给这些上层领导 higher management 提供一种就像我们开汽车一样的，汽车前面有个指示盘，对吧？仪表盘叫 dashboard， 我们只要看一下 dashboard， 一看哦没油了，这到底差1升油还是差2升油并不 care， 反正知道油快用完了，这时候油还是满的，或者说现在速度是每小时120公里，也就希望看到这些大概的总体的指标，非常直观的简单易懂的这种指标就叫 KPI。 那么 Cognos 呢就有2个产品能够满足这方面的需要，一个就叫 Magic Studio， 一个就叫 Magic Designer。 那么大家从这个字面上也可以知道，既然是 Designer， 就可以用来 design， 可以设计这种 metrics， 可以设计这种 KPI， 对吧？Magic Studio 这个 Studio 功能肯定很强，那么在这个强大工具里面，它可以看 KPI， 可以 monitor 观察 KPI 的变化。那么总而言之，在 KPI 在 dashboard 这方面 Cognos 提供了2个专门的产品。大家回想一下，如果我们已经学过微软的 BI、MSBI 的话，在微软的 BI 里面 SSRS 里面也可以放进一些 KPI 的这种元素，叫 Gauge， 是吧？就是说测量仪。那么在 SSAS 这种分析 service 里面也有 KPI， 所以呢，在微软的 BI 产品里面也有类似的产品，只不过是在那边的话是都放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微软的 BI 产品里面 SSAS 里面既包括 SSRS 里面既包括 report 又包括 KPI， SSAS 里面既包括 analysis 又包括 analysis 有关的 KPI。 那么 Cognos 它有一个跟微软不同的地方，它有个叫 Module Designer， 就是专门用来 design 这个 module。 那么什么是 module 呢？ module 就相当于我们有个 data warehouse， 那么这个 data warehouse 呢是纯技术上的东西，那么对一般的这个 business 用户来说，它不方便，也不知道你这个 data warehouse 里面给一个列的名字叫 ABC， 但实际上它是指，比如说是产品名，也就是说在 data warehouse 里面，它的名字也好，它的关系也好，更侧重于这种 technical 这种方面，远离 business。 而对 business 用户来说，就要使用 data warehouse 的东西来设计 report， 他对这个 technical 的东西又很陌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工具叫 Module Designer， 就能够把这种 technical 的东西再加工一下，让它使用换成这种 business 的
术语、称呼、跟概念、跟逻辑，把它重整一下，然后变成面向 business 用户的这种 module。那么最后面，比如说 Report Studio 来讲，或者别的 Studio 来讲，就可以在这个 module 的基础上，因为这都是 business 用户了，那么看这个 module 也很习惯，对吧？都是名字啊、术语啊、这个逻辑啊，都是 business 方面的，所以他们就可以不管这个 technical detail， 他们就可以在 module 的基础上直接建立这种 create report。那么要作为 Cognos developer， 如果深入的话 ，senior 的话，就必须学这门课程，叫 Cognos Framework Manager。Cognos Framework Manager 就是这个产品的名字。这是个 Windows 产品，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要安装在 PC 上，然后再使用它，连到 Cognos Server， 然后再去设计这个 module， 产生 module， 产生完了之后，再把这个设计好的 module publish 到 Cognos Server 上去。到 Cognos Server 上之后，一般的用户就可以看到这个 module， 然后在这个 module 基础上来使用 Report Studio、Query Studio、Metric Studio、Metric Designer。那么 Framework Manager 在 IBM， 它专门有门这个职业培训课程，这是5天的课程，就详细介绍如何使用 Framework 去 design module。好 ，Cognos 产品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之外，还有在 Cube 方面也有产品，也就是说在 OLAP Cube， 在 Multi-dimensional Database， 也就是多维数据这方面也有专门的产品，有2个产品，一个叫 PowerPlay Studio， 以前的名字就叫 PowerPlay Web。那么 PowerPlay Studio 就可以用来设计、产生、看 Cube、OLAP Cube。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产品叫 Analysis Studio， 大家从名字也可以知道什么叫 Analysis。微软专门有个产品叫 Analysis Service， 就是使用 Analysis， 也就是分析的意思。换句话说，这里指的分析就是指 Cube 分析。换句话说 Analysis Studio 就可以用来探测，也就是浏览这种多维的 Cube， 对 Cube 进行分析，对 Cube 的数据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那么这2个产品并不是谁代替谁，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那么也许有同学会问，为什么叫 PowerPlay？ 因为在 IBM 购买 Cognos 之前，那么这个 Cube 的名字，产品的名字就叫 PowerPlay， 但是现在的流行的术语不叫 PowerPlay， 叫 Analysis， 所以是这个原因。那么实际上 PowerPlay 也好 Analysis 也好，都是指 Cube 处理。那么在微软的 BI 产品里面 ，SSAS 就是专门处理 Cube。那么在
Cognos 这里有2个产品，因为他们开发的时间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所以呢，现在就有2个产品，但是互相并不是代替关系，他们是互补的。那么将来也许哪一天，就是说某个产品不用了，然后用一个产品代替也可能，是吧？但总而言之，在 Cube 上面有2个产品。好 ，IBM Cognos 呢，另外还有一个产品叫 Analytical Application， 那么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平台，就是说把一些 BI 产品打包放在一起，给特定的用户做特定使用。那么大家只要知道有这么个名字就行了。还有一个工具叫 Event Studio，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这个 Studio 就可以设计使用这种事件 Event。那么什么叫 Event 呢？也就是说，比如说在我们的 report 里面，某个数据非常重要，如果这个数据比如说超过1万，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这个 report 也好，这个 server 也好，发出个警报，也就是说某个 report 某个数据要引起重视，就是说有问题，或者说就是说很严重的事情，这就叫 event。那么在 Cognos 里面产品里面还有一些别的重要的 event。总而言之，这 Event Studio 就是为了给这个工具专门定义这种 event， 然后处理这种 event。比如说定义什么叫 event， 这个事件 event 一旦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定义采取什么 action， 对吧？是发出个 email 呢，还是发出个 page 呢，还是怎么样？那么从所有这些产品来说，最重要的实际上有3个或者4个，也就是说 Report Studio 这是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Metric Studio Metric 也是重要的，因为考虑到 KPI， 对吧？还有 Model Designer 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分析这一块 ，Analysis Studio 或者说 Power Play Studio。那么 Event Studio depends。如果说这个公司是对数据非常敏感，就是说